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那个老板，凤小姐没事吧？他没事。哦，那就好。那你跟凤小姐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你问这些干嘛？没什么呀，就是好奇。支票。你怎么不给我支票啊？小珊珊。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吗？怎么了？张嘴！啊！他已经是卡了。啊！你这样就没什么事了。谢谢医生。大老板，那个，谢谢你啊。既然没事，送医生。快去啊！医生这边请。好的，谢谢。轩山，你命够大的，这么大个刺儿都没卡死你。薛珊珊，你就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吗？珊珊，明天准备穿什么衣服啊？什么衣服？你不会加班加傻了吧？明天公司年会呀，你该不会忘了吧？对哦，我已经准备好蕾丝细肩带小洋装，明天一定要艳压群芳。细肩带，难道你不冷啊？当然不怕冷了，就怕明天有谁比我更不怕冷。我呢，就希望我明天可以抽一个头奖。哎，听说去年的头奖是辆汽车，这么好啊！感谢我的爸爸，感谢我的妈妈，生下我让我拥有熊猫血。感谢丰腾公司颁这个大奖给我，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同事对我的关照。别高兴得太早，大奖可是有年资限制的，你还未满周年呢。年资限定。好啦，你就别想大奖了，好不容易可以盛装打扮，你一定都准备好了吧？那
那是当然了，当然没准备了。天天挑菜都快挑成黄花菜了，谁有心情顾这个？本姑娘今年的年会纯粹是为了美食，开吃。哎，那珊珊，你准备穿什么呀？啊？就随便穿个裙子什么的就行了嘛。为什么每次年会舞会的，我们女生都要穿的那么少呢？露胳膊露腿的给男人看，太不公平了。那男生为什么不穿个短袖啊，穿个短裤给我们看看？哎呀，女生穿很少就很漂亮，男生穿的少不是显得很猥琐吗？难不成你要穿个运动服就去跳舞啊？还要跳舞？看来吃完就得立刻闪。那当然啦，年会啊都要评全场最优雅女士，奖金1万块啊！如果是选饭量最大女士，或者最快在一盘菜里把香菜挑出来，我还有可能多亏。不过呢，我们虽然财务部的人一向朴素，但比起其他部门的女同事，总不能太朴素吧？啊，那啊，这2个绝对是保持我们财务部朴素传统的。哎，不是还有周小薇吗？对哦，看来只能看小薇的了。再说吧，我现在可没那心思。哎，珊珊，你明天可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哦。你可不想老板开舞的机会落在别人手上。什么开舞的机会啊？全场最优雅女士和老板开舞啊！哎呀，看吧看吧，就知道这1万块钱不好拿，居然还有这种酷刑。跟老板一起跳舞，那不是握着老虎爪子玩命的行为吗？万一一个舞步没跳好，踩到老虎尾巴了。哎呀，天哪！我的大好人生就这么毁了。感觉这么紧啊！午餐盒饭里的卡路里还真不能小瞧。这么紧，应该不会影响吃饭吧？这个这是什么呀？这个啊，每一个进场的女士呢都要带个碗花，碗花上面有一个号码牌，然后在场的男士都会根据上面的号码牌选出他们心目中最优雅的女士，所以把它带好了。啊，都带好啊。好。你们有没有想我呀？这才是我的最爱。把你处理了。哎，小小，嗨嗨。
势磅礴，气派豪华。那么在这喜气洋洋的日子里面呢，有请我们丰腾集团的大家长，也就是我们的老板丰腾先生。今天是丰腾的年会，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都穿得很精神漂亮，想必今天晚上的美酒佳肴也不会让你们失望。每年公司的年会是为了感恩过去一年大家辛勤劳动的最好时机。我的爷爷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有风，希望就会吹到你们的身边。只要希望升腾在心中，我们就会成功。而你们赋予了这2个字更多的意义。你们的聪明能干，正如风一样，托起了这家公司。我现在对着大家说一句谢谢，远远不如再送每人1个大红包，更能够表达我的心意。好，我希望明年可以送给大家更大的红包。哪个呢？薛小姐，袁总哎呀，薛小姐，我一直找你呢。啊，真的，我们夫妻2个人欠你太多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啊，袁总，没事的，你不用客气，没什么的。上次月月出事儿的时候，我正在出差呢，要不是你再一次出手相救啊，我们全家遗憾终生啊。出事儿，是指风月小姐小产的事情吧？可是不对啊，这疑似是周小薇献血来着。哎，现在月月还在医院呢，等她痊愈了，咱们找个机会好好谢谢你。那个，严总，你大概是弄错了。美姐，安迪找你。哦，那说好了啊，回头变现，和你们聊。再见。拜拜。老板，严总刚才好像弄错了，上次给风月小姐献血的。很多事情将错就错就好了。以后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要否认。为什么？老板是什么意思啊？这样我等于是占了别人的劳动成果，何况熊猫血还这么珍贵，这样我会有罪恶感的。我既然这么说，自有我的长远打算。不过我也懒得跟你说明白，即使我说了，你会懂的。又是一副你不必知道的表情，不说就不说嘛，了不起啊？反正骗人的又不是我，我最多算个从犯，还是被胁迫的。哦。老板，我先去找阿木丽了。慢着，你留下来替我挡酒。啊？挡酒？我没听错吧？这不是男人的活吗？老板居然让我这一介小小女子替他挡酒？有什么问题吗？小心我扣你年终奖。OK。你的万花呢？掉了。把这个带上。不用了，老板啊，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又选不上。
老板，我真的不需要，我又选不上。拿到奖金抽成，我9你1。啊？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拉着你帮我当酒？老板，我们敬你。啊，我来。好。好。先干杯敬啊！哎，老板，敬你一杯，来。我来。先干杯敬啊！干杯！还有我呢。你喝这个吗？可以啊。来，干了。再来一瓶。我敬你一杯。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项呢，是今天女士们最众所期待、最激动人心的奖项——最优雅女士奖。下面有请郑总监替我们揭晓。高腾集团25周年年会最优雅女士奖，得主会是谁呢？周小薇。风老板跳得不错啊。你也跳得很好。对了，支票我收到了。其实你不用那么客气。我不是客气，我是太不客气了，想要的更多一点。心脏啊，别再跳了，不是这样子的。我怎么会吃醋呢？一定是我喝多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的。不能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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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接。喂？你在哪儿？我在门口。你的专长是乱跑吗？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出来。等，反正我也跑不掉，不如死得痛快些。能不能帮我把羽绒服拿下来 ？Thank you。Thank you，大老板。你跑出来干嘛？
回家。我送你回去。不用了，不用了，不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可以回家的，真的。说。那个，之前严总跟我说，风小姐，她根本就没有去欧洲啊。然后呢？居然问我然后呢？老板反应就这么淡然啊？那个，那你为什么跟我说凤瑶姐她去欧洲了呀？我有吗？有啊，当然有啊。那你就当成是口误吧。老板，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不过，也许真的是口误吧，不然老板有什么理由骗我呢？总不会是为了骗我和他一起吃饭吧？不可能。刚刚跳舞的事情只是个误会，他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也要向我解释，叫我不要误会？难道？那个，我可不可以误会你喜欢我呀？偶尔误会一下也可以。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这个不是应该有企图的人先说出来吗？什么意思啊？老板的意思是我先对他有企图？我？你没有吗？我才没有呢！那是谁给我发图片又发短信呢？我可不喜欢你啊！因为你太幼稚。干嘛？大不了你开除我呀，我才不怕你呢。如果你开除我的话，你就更幼稚。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身边。到了。谢谢你啊。珊珊。
我有2个问题想问你：你每天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还有你每天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饭？都是因为我的命令吗？如果我的命令真的是圣旨的话，那么你刚才就是一个乱臣贼子。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晚安。不行，昨天晚上喝太多了。这些应该不是真的，是幻觉，一定是幻觉。哎呀，小姑娘，阿姨好。哎，昨天晚上送你回来是你男朋友对不对？啊？哎，看上去蛮有腔调的，人老高的，蛮相对好的呀。还有车子，哎，老有钞票对吧？你福气蛮好的，福气蛮好。居然是真的！完了完了，居然是真的！救命啊！双姨，陪我去逛街吧。你怎么在这儿？你吓死我了！还等，你疯了你！大早上起来逛什么街呀？我还好多稿没改完呢，我陪不了你。哎，双姨，明天就得交稿。
有话就说。那好吧，那你先忙吧。我有空再问你。哎，薛珊珊，你能别这么磨磨唧唧的吗？你有什么话你就问行吗？我最受不了这样了。双姨，你说，如果一个非常完美，然后又很强大的一个男生，向一个很一般的女生表白，那怎么办呢？要是小说的话，那这个女猪就赶紧接受啊，然后作者就能截稿了，然后就可以玩游戏、吃大餐、逛街。那如果不是小说，是现实生活中呢？现实啊，现实就是天上掉支票，赶紧捡呗。哎，不过，捡完以后赶紧，该摸的摸，该砍的砍，然后马上扔掉。为什么呀？哎，你这个小笨蛋！这种支票一般是空头支票，也就是说，那个是换不了1分现金的。对，这种感觉，确实像是捡到了一张空头支票。薛珊珊，你这只女猪千万别爱上那头狼。猪爱上狼，哎，这个好啊！哎，就写这个，太好了，太好了。我虽然没谈过恋爱，但是身边有个写爱情小说的家伙，也是看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爱得死去活来。曾经有个室友跟我说，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你了解的，找你看得懂的男人，否则再好也得三思而后。换而言之，找男人还是要找自己能 hold 得住的，而不是找一个谜语。不能直接猜中谜题，那去问问场外观众呢？不行，李叔跟老板的交情太好了，万一把我的少女情怀给出卖了，那我以后在老板面前岂不是更抬不起头来？还是算了吧。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igure, there's another lacking im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it, feel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amazed, always take a risk, always keep the pace in the lifetime game. 1, 2, 3, 4. 老板娘，给你钱。哎，怎么了？再来啊！突然找我吃面，没事儿吧？来这边坐。我被告白了。吃点什么？谁呀？封腾。大老板。我的妈呀！那你答应他了？没有，一口呛他，直接拒绝。我不喜欢你。珊珊，你还真是一个烈女啊！哪什么烈女啊？那是因为我喝多了。不过我想过，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应该不会那么说。至少人家是大老板嘛，总要婉转一点的拒绝。哟，后悔啦？六六，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果有的话，
我要不要吃呢？唉，珊珊，我告诉你，这大人们经常有的时候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你想啊，要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有很多矛盾的。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喜好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我劝你三思啊。那柳柳，那你跟尤成浩，你看，你还是不笨的，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样本了，唉。所以啊，我劝你还是多想想吧。我是不是泼你冷水了？被告白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儿了，尤其是被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告白，这样的感觉应该堪比中了500万吧。现实啊，现实就是天上掉支票，赶紧捡呗。哎，不过捡完以后赶紧，该摸的摸，该砍的砍，然后马上扔掉。为什么呀？这种支票一般是空头支票。但是珊珊，别做灰姑娘的梦了。这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从此以后可能会幸福美满。但王子和灰姑娘在一起，这个灰姑娘是不可能成为公主的，她只会成为侍奉王子的仆人。你想啊，你跑的从一个小房子去一个大皇宫里去侍奉别人当仆人，是多累的一件事儿啊！所以珊珊，你的拒绝是对的，拒绝当她的灰姑娘，当你自己人生当中的公主吧。珊珊，该去老板办公室补血了。啊，有啥好补的？现在满血格，走，一起去吃饭。哎，一连好几天，老板没再叫我去办公室吃饭，也完全没有从琳达那边来的讯息。这似乎才是我这样小角色正常的上班节奏。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这个金额一定要把它算准了再往上面填，一个小数点就会为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的，一定要记住。珊珊，你把你的问题跟他们说一下。珊珊，珊珊，把你的问题跟他们说一下。就是啊，你看啊，就是这个血格不超过500元，是吧？你轻点啊，疼！哎呀，一会儿怎么办啊？杜帆，你这么早就回来了？那个，回来了。那个什么，对，多喝点，肯定累了。你吃啥？要不我给你煎荷包蛋？不用。那个以后肯怕会回来的更早。他们家那破房子，它房顶漏了，然后房东就说呀：“你说这天下雨，还有这房子漏，我都管不了。所以呢，这房子他没法修，所以呢，他就没地儿住去。你也不能让他睡大马路上嘛，我就让他过来住一阵儿，行吗？”哦，杜帆要搬过来住啊？哦，我那个生活习惯特……你别说了，那个他没事儿，他没那么多事儿。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让他走，没关系啊。不是，
双姨，我最近也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我想搬出去。不，珊珊，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那算了，让他走吧。哎，不是，我是真的想搬家了。等我成为正式员工了，确定在上海待得下来了，我就搬出去住。你看这家这么小，都快塞不下我了。而且，你看东西都快漫出来了，你也不好算我房租，对不对？我也不能总这样下去吧。亲爱的，谢谢你了。你从明天开始给珊珊找房子，听见没？没问题，你找房子全都包在我身上。咱不着急啊，你就跟这儿住着，没事，咱什么时候找着合适，什么时候搬，你就住上3个月、半个月，不是半个月，半年，然后1年都行。我可以让你见不到他，你，对，拜托你帮我找房子了，好不好？那我上网了。哎呀，你快走吧。快点！你会不会扎呀？你扎。哎呀，你别太贵的啊，他可没钱。哎，这个我能让可以吗？你扎，这个粉色的。柳柳说要当自己人生的公主。可惜公主真难当啊！别说梦想豪气万丈的城堡，就是要帮自己找个小小的窝，代价都不小呀。这世界上有10平方米的公主吗？你们到底让不让你点我呀？我为什么要躲呀？丽叔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之前骑车那么厉害，现在打球也是相当勇猛。难道这就是所谓同一个世界的人吗？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一投入就害怕失去。如果开始是为